大明成化14年，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打断了明宪宗朱见深与大臣们的会议。礼部官员前来禀报，说驸马都尉赵辉病逝。因为此人身份太特殊，礼部不知如何处理，特地向皇上探个口风。这里的赵辉是大明驸马，但他可不是现任皇帝的女婿，更不是妹夫。准确来说，赵辉是皇帝朱见深的高祖辈。赵辉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女婿，也即明成祖朱棣的妹夫。咱们的现任皇帝朱见深见到他，还得尊称一声孤高祖父。朱见深是大明王朝的第8任皇帝，赵辉则是第1任皇帝朱元璋时代的人，听上去很有一种时空倒错之感。开国皇帝的女婿去世，对第8位皇帝来说却带来了一个难题。若按照常规的礼仪来办驸马的丧礼，显得对太祖朱元璋不够尊重；若不按常规礼仪，又没有先例可以遵循。所以礼部把这个皮球踢给了皇帝。朱见深一看也十分头疼，最终皇帝决定折中一下，按寻常驸马的惯例举办丧礼，再为他额外辍朝1日，算是一个说得过去的解决方案。在明朝，驸马赵辉创造了一个记录，他历经9朝，见过明朝16位皇帝中的8位，纵使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，也难有其他驸马能和他比肩。而赵辉的另一个记录就有意思了，他身为公主驸马，竟然纳了100个小妾，日子过得好不快意潇洒。那么赵辉究竟是何来历？有什么本事成为朱元璋的女婿？又凭什么可以纳这么多小妾呢？朱元璋一共有26位皇子，16位皇女，其中年龄最大的是皇太子朱标，年龄最小的孩子是朱元璋到67岁才老来得女的宝庆公主，而本文的主人公赵辉便是他的夫婿。宝庆公主作为朱元璋的老来女，颇受朱元璋的疼爱，但这种疼爱没有持续多久，朱元璋便驾崩了。宝庆公主这年4岁。之前我们在朱元璋搞人训的那期节目讲过，宝庆公主的母亲张氏就是因为公主年幼才成为唯一免于殉葬的妃嫔。说是朱元璋临终前下旨让嫔妃殉葬，不愿殉死的嫔妃哭声一片。宝庆公主心疼母亲，便求朱元璋留张氏一命。朱元璋看在宝庆公主年幼的份上，心生怜悯，最终朱元璋把张美人的名字从殉葬名单中划去。所以说，宝庆公主算是救了生母张氏。朱元璋离去后，皇太孙朱允炆即位，是为建文帝。宝庆公主当时虽然年幼，却辈分尊高，是皇帝的亲姑姑，因此受到很好的照顾。4年之后，燕王朱棣平兵变夺位登基，让大明朝换了主人。随后朱棣大肆屠戮忠于建文帝的旧臣，杀得人头滚滚。不过这些都没有影响到年仅8岁的宝庆公主。公主是朱棣的妹妹，又年纪太小，没能力参与到政治斗争之中，因此得到了朱棣的善待。根据明史记载，朱棣登基后让妻子徐皇后来照顾宝庆公主。虽然徐皇后论辈分是公主的嫂子，却把公主当成自己的女儿来养。徐皇后不仅照料宝庆公主的日常起居，还教她读书明理。徐皇后是大明开国第1功臣徐达之女，是大明有名的才德贤淑兼备的才女，有她言传身教。宝庆公主也出落得温柔贞静，还颇通大义。5年后，徐皇后病重，13岁的宝庆公主日夜陪伴在徐皇后床前，犹如孝敬生母一般的服侍她。徐皇后病逝后，宝庆公主哭得几度晕厥，可见这姑嫂2人感情至深。朱棣和徐皇后感情甚笃，也正是因为徐皇后是宝庆公主如爱女，所以朱棣对宝庆公主也十分怜爱。到了永乐11年，宝庆公主已经19岁，却尚未婚嫁，在当时是妥妥的大龄剩女一枚。不是朱棣不想考虑妹妹的婚事，而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选，看来看去都挑不到配得上妹妹的家婿。就在朱棣急得一筹莫展之际，赵辉出现了。赵辉的父亲名叫赵和，是一名低级军官。赵和在永乐4年的时候，跟随明朝大军前去征讨越南，不幸战死沙场。随后，赵辉袭成了父亲的官职，成为镇守金川门的一名千户。无论从出身还是后来的出息看，赵辉都不算拔尖。但好在老朱家挑女婿并不看重出身，反正谁家出身都没有朱家高。
朱棣之所以选择赵辉，是因为赵辉壮貌伟丽，换句话说，这个人长得帅。朋友们，脸长得好看真的可以改变命运。赵辉被选为驸马不久就和宝庆公主完婚了。当年宝庆公主19岁，而赵辉26岁。在史书记载中，宝庆公主婚礼的规格远远超过了其他公主。由于宝庆公主是徐皇后抚养大的，朱棣对她格外不同，不仅赏赐她超规格的嫁妆，还破例让皇太子朱高炽亲自为小姑姑送亲。宝庆公主被朱棣风风光光地嫁到了公主府，而作为驸马的赵辉，也从一个看大门的普通千户一夜飞升为公主驸马，让昔日的同僚们艳羡不已。宝庆公主出嫁后，对驸马还是比较满意的。在一些野史中说，驸马赵辉为人轻佻，喜欢沾花惹草，宝庆公主屡受委屈等。实际上，这种说法并不靠谱。宝庆公主是朱棣最疼爱的妹妹，倘若赵辉真的让宝庆公主受了委屈，那她绝对没有好日子过。不过，赵辉后来的确有很多姬妾，但那是后话了。宝庆公主的美满婚姻只持续了20年，到了宣德8年，宝庆公主病逝，年仅39岁。明宣宗朱瞻基下旨厚葬宝庆公主。宝庆公主去世时，赵辉46岁，正是一个男人最有事业心的年纪。明宣宗也对赵辉多有任用。国朝献旨录记载，赵辉虽然身为武将，长得伟岸，但也粗通文墨，还懂得礼贤下士。宣德10年，赵辉被派往南京，担任南京左辅事，而后每年朝廷祭拜明孝陵，都由赵辉负责其中的统筹策划工作。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又是在天高皇帝远的南京，赵辉无人约束，日子开始奢靡起来。明史记载，赵辉住豪宅，纳姬妾，高峰时期，家中的各色美人甚至多达上百人。赵辉一直等到宝庆公主去世之后才敢纳妾，可见这些年是把他憋坏了，所以之后的私生活尤为放纵。不过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，赵辉不鱼肉百姓，在政治上又安分守己，那100个小妾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就在赵辉沉醉在美人温柔乡中之时，大明朝廷正经历一场天翻地覆。明朝正统14年，明英宗朱祁镇冒冒失失地御驾亲征，不料兵败土木堡，被瓦剌人的军队打得精锐全军覆没，连他自己也被迫去蒙古留学了。就在瓦剌的大军一路向北京推进的关键时刻，明英宗的弟弟朱祁钰被赶鸭子上架推上皇位，是为明代宗。由于朱祁镇出征时带走了一大票明朝的勋贵，而这伙人基本都折在了土木堡，因此明代宗即位后，急需一位德高望重的皇亲来京城坐镇。赵辉作为朱元璋的女婿，自然被请到了京城。作为武将之后，自己也是行武出身。赵辉哪怕已经在温柔乡中沉醉了几十年，仍保留了军人的血性。赵辉到京城时，代表南京各大勋贵给朝廷捐了不少金银，以资助朝廷抗击外敌。不久后，于谦打赢了北京保卫战，瓦剌退兵。赵辉立即给明代宗上奏，要明军一鼓作气，继续攻打瓦剌，以雪前耻。朱祁钰为此专门下旨嘉奖赵辉之忠勇。而另一边，原先的皇帝朱祁镇被瓦剌人释放回国，被朱祁钰软禁在南宫之中，直到景泰8年，朱祁钰病重，石亨等人趁机发动夺门之变，赢回了朱祁镇，让他第2次登基当了皇帝。朱祁镇再次登基后的第2年，想派赵辉再赴南京，继续为皇室发光发热。可此时的赵辉已是古稀之年，便向朱祁镇请辞回家养老。实际上，赵辉此举更多出于避嫌。当时朱祁镇正在清理明代宗时期的支持者，而赵辉曾被明代宗嘉奖过。他虽然德高望重，又是太祖的女婿，朱祁镇不会拿他怎么样，但他也不敢因此在皇帝面前倚老卖老。辞职后，赵辉在家中闭门谢客，关起门来过小日子。国朝献旨录只用4个字形容他晚年的生活，那就是穷奢极欲。他整日沉迷于酒色和音律之中，院墙外时常能听到丝竹和莺燕之声。不过同样是沉迷酒色，有的人早早被掏空身体，赵辉却仍然高寿而终。成化14年，赵辉病逝于家中，享年90岁。他历经洪武、建文、永乐、洪熙、宣德、
正统、景泰、天顺、成化9朝，见过其中8位皇帝，享受明朝60余年的富贵。在中国历史上，他的经历也十分罕见。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在《新唐书·郭子仪传》中曾评价唐朝名将郭子仪：富贵寿考，哀荣终始，人臣之道无缺焉。意思是，作为臣子，能做到生前富贵，善终而亡，死后还能受到朝廷的尊荣，他的人生就可以无憾了。